那么最近更新的频率呢，确实低了一点，也是因为个人读书的原因呢，来到了韩国，所以说呢，需要办理很多的手续啊，还有需要置办一些东西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会逐渐恢复我自己之前的更新频率，将更好的内容呢带给各位粉丝。那么既然来到了韩国了，那么这期就跟各位说一下韩国的宗教演变。韩国宗教演变的过程呢较为单一，相对于中国宗教的复杂性啊，韩国的历程大约分为以下几个阶段。首先呢，是从原始宗教兴起，每一个国家呢开始的阶段啊，都会有自己的原始宗教。那个时候呢，人们对着自然呢有着自己的崇拜，信仰自然界中的不可知的本质的自然现象。比如说呢，像火、风、雷电、水等等信仰，这些呢也都是宗教最开始的阶段。那么下面的一个阶段呢，而且一直延续至今的，就是有萨满教。这个教派呢，不止在韩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，在中国的东北三省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。所谓是南毛北马中的马家呢，也是东北萨满教的代表家族。而萨满教在古代韩国逐渐兴起，特别是在百济和新罗两个古代国家。那么萨满教的特点呢，包括自然崇拜、祖先崇拜、灵魂信仰以及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。它的祭祀仪式呢，常常是在户外进行，以山水、树木等各类自然元素为基础背景，以此呢和自然界呢进行沟通。各位呢，如果说想了解关于萨满教的具体内容呢，可以移步咱们之前的视频，有关于萨满教的详细解释，在此就不过多赘述了。那么随着佛教呢于公元4世纪传入韩国以后啊，萨满教与佛教之间开始了巨大的冲突和竞争。尽管呢佛教啊逐渐在韩国扎根，但是呢萨满教呢也没有完全消失，只不过呢有些边缘化。还有一些人呢将萨满教的元素啊逐渐融入到佛教之中，形成了一种融合的宗教信仰。但是呢这种宗教的边缘化是不可逆的。现在萨满教的传承呢更多呢是属于巫术或者说占卜等方式的呈现。那么佛教恐怖的传教力的影响下，对于韩国的宗教呢进行充分的冲击。佛教呢于公元4世纪传入到韩国、朝鲜半岛以后呢，并且在三国的时代呢，佛教迅速传播，许多佛教的寺庙啊和石窟寺庙在韩国兴建。佛教呢尤为强调修行、慈悲和内心的平静，融合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印度佛教的教义。同时呢，许多寺庙呢也成为了文化中心，推动了社会的文化艺术、文学的发展。整个的朝鲜半岛呢，主要也是以大乘佛教为基础教义，后续产生了独立的民族化的佛教传统。其中在早期时候呢，也就是百济王朝于枕流王元年384年的时候呢，引入了东晋高僧摩罗难陀，并且呢在汉山州啊创建了佛寺，大兴佛法。到了6世纪呢，由于中国唐朝呢对佛教的推崇，后续呢佛教的各个宗派啊也陆续进入到朝鲜半岛传教，其中呢以三伦宗和律宗的影响最为深刻。那么后续呢，新罗王朝一统三国，佛教后啊逐渐开始了本土化。这时候呢出现了几个主要的宗派，比如说像景福寺的涅槃宗、通度寺创办的律宗、华严宗、法相宗是由金山寺创办的。那么在9世纪初的时候呢，中国的禅宗啊也逐渐传入了朝鲜，这便是佛教在朝鲜半岛地区的发展过程。而后呢，随着朝鲜王朝的建立啊，儒家思想成为了国家主要意识形态。儒家思想呢，各位也都清楚，强调的是礼仪、家庭伦理、社会秩序和孝道，对社会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儒家的价值观呢，同样还渗透到了政府、教育、文化领域，塑造了韩国的社会结构与行为准则。而后呢，一直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时候呢，西方文化传入韩国，带来了新的宗教观念和挑战。这个时期呢，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呢，也得到了格外的加强。人们呢也开始重新思考传统宗教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天主教在韩国呢迅速传播，尤其是新教，吸引了大量的追随者。同时呢，韩国的新兴宗教呢运动也逐渐兴起，许多新的宗教团体涌现，引发了社会的关注。其中韩国啊，当时为了应对天主教的影响，创办了东学，提出了立五伦五常，修己度人。后续呢，也被朝鲜高宗呢视为了异端邪说，被打压的无法成为气候。后续的第3任教主啊，改东学教变为了天道教，这也是为了和天主教相对，同时呢和李荣九的四天教有所区别。
天道教的核心内容啊是儒之伦理、佛之觉性、仙之养气，乃是人性之自然禀赋，天道之固有部分，称其为无极大道。韩国目前呢有近300多所天道教教堂，信徒众多，很有势力。那么到了当代以后呢，韩国的宗教环境呢变得更加的多元和复杂，基督教呢保持了其在韩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，而佛教呢也在一些地区呢保持其影响力。此外呢，新宗教运动啊也不断涌现，有些团体呢注重灵性和健康，吸引了年轻人的兴趣，而全球化呢也加速了宗教的多元化，各种宗教传统呢在韩国融合交汇。并且呢，韩国的宗教呢限制也不像中国大陆那么严格，以教义为准，同样也滋生了很多新型的宗教，这便是韩国宗教的演变过程。那么本期就暂时跟各位讲到这里，希望各位点赞关注，感谢各位。